后续，上海女子下半身被卷入扶梯，皮肉分离仍在 ICU 恐需截肢。商场设置扶梯，主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方便消费者上下楼。然而，却有很多商场的扶梯都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近日上海一女子乘坐扶梯下半身被卷事件，让很多人对扶梯都产生了抵触心理。据了解，她在上扶梯时没有看手机，也并不是多人乘坐有打闹的行为，正常乘坐结果却让自己的下半身直接卷入扶梯中。当时扶梯还在运转，情况十分严峻。相信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很难接受的。那么，该女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触目惊心的事件？一、扶梯的作用。扶梯作为一种固定电力驱动的设备，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也是很多商场、机场等这些场所不可缺少的。扶梯的原理主要是由一台特种结构形式的链式输送机和两台特殊结构形式的胶带输送机组成。由于扶梯具有循环运动梯路，所以它能够在层高之间向上或者是向下以倾斜的形式来输送乘客。乘坐扶梯确实是非常方便，尤其是在逛街的时候。乘坐扶梯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还不会太累。商场之所以设置扶梯，首先它能节省空间，同时商场的人流量比较大，它能够支持人流高峰时的运营。总而言之，扶梯它有很多的优势，但应该合理的对待，并不是安装上以后就不管了。在商场安置扶梯时，从它的材料以及各个方面要严格的把控，并且安装成功以后，也要定期的维修护理。扶梯它是直接与人接触的，如果在材料方面有任何问题，那么直接威胁的就是人的生命安全。其实普通人对于电梯的作用以及性质并不了解，只是知道乘坐扶梯非常的方便。二、女子被卷的经过。据了解，当时上海这名女子在乘坐电梯时踏板踩空，根本没有来得及自救，就已经被卷入电梯里。虽然在旁边也有一名女子看到当时的情景，急忙喊人，但是她并不了解该如何帮助掉下去的那名女子。最后由商场的工作人员按住了电梯，该女子也被送入医院检查。该女子丈夫在采访中说道，目前伤势很严重，仍然在 ICU。送医治疗后，她的下肢已经皮肉分离，还在做清创手术，一旦感染，甚至还可能需要截肢。这样的悲剧真的让人很难接受。没想到只想逛超市，结果却为自己带来了如此大的灾难。真心希望该女子能够后续的治疗一切顺利。说到皮肉分离，相信这4个字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主要是指深层的肌肉筋膜与皮下软组织剥离导致的损伤。很难想象当时这名女子经历了多大的痛苦，由于创伤面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一步治疗都是比较麻烦的。目前该女子仍在 ICU 治疗，甚至出现皮肉分离，严重情况下还需截肢，真的不敢想象。乘坐扶梯就给自己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对于此事件，相信相关部门也一定会调查清楚。扶梯的踏板突然消失，才导致的这样悲剧发生。相信超市也会给这名女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毕竟这样的事情是不能逃避责任的。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商业楼以及居民住楼，在选择电梯或者是扶梯时，都应该注重品质。毕竟这些都是直接与人身安全息息相关的。3、正确的乘坐扶梯。通过这个事件，更是呼吁我们所有人在乘坐电梯时一定要小心，因为被卷入扶梯里的事件并不是一次了。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也希望所有的人平时要多了解一些关于乘坐扶梯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定要切记在乘坐扶梯甚至是电梯的时候，不要只顾着低头玩手机，可以先看一下脚底下的踏板有没有是空置的。和朋友乘坐扶梯或者是电梯时，要规规矩矩的，不可在扶梯、电梯上打闹，尤其是多人乘坐时，会带来很大的不便。关于在扶梯上发生受伤的事件比较多，曾经一对小情侣在乘坐扶梯时接吻，还从扶梯下滚了下来。扶梯只是为了提供便捷，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毕竟无论是卷入扶梯还是从扶梯下摔下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都是非常严重的。4. 此事件商场是否有责任？此事件发生以后，不仅是当事人的悲剧，对于这个商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消费者们从内心就会抵触这个商场，认为这个商场在装修时用材料方面偷工减料，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安全隐患。据媒体记者消息，在4月17日上午来到这家超市前，发现这个时间点该超市已经锁门。要知道这个时间点并不是商场应该关门的时间点，随着来上班的工作人员说道，已经通知上班，结果没想到还是关着门的。经过调查了解，超市目前已经停业，相关部门也已经开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看电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该女子乘坐电梯时并没有异常的行为，所以需调查清是否是安全隐患。如果扶梯确实存在隐患，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悲剧已经发生，相关部门也会对此事件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是该女子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带来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5. 消防员细心负责的救援。发生事件拨打119以后，消防员们紧急赶到现场。他们表示，当时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而且这一项抢救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难度，毕竟在如此条件下，他们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格外的小心。还好当时由专业的维修人员通过手机连线远程指导，加上消防员细致的操作，才完成了高难度的救援。通过这个事件，更将消防员这一伟大的职业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救援时，消防员都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且在操作过程中非常严格谨慎。毕竟近些年来消防员感人的事迹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由衷的佩服。当时有很多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发生的消费者，都跟着捏了一把汗，非常同情这位女子不幸的遭遇。该女子非常淡定，在被解救出来以后拿出手机，可能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发消息，并没有嚎啕大哭。也正是她的这份坚强，让人们看了以后非常的揪心。难以想象，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她该是多么的折磨。针对这个事件，目前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说法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该女子倒霉，也有的说这就是商场的责任。在发生这个事件以后，商场也做出了正确的调整，及时关闭对扶梯进行检测。通过这个事件，更是在呼吁我们所有人乘坐扶梯时要多提高警惕，乘坐电梯时也应该提高警惕。我们不能不承认，电梯和扶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但是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端。由电梯引发的悲剧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电梯在发生故障时，乘坐在电梯的人很难第一时间求救。尽量不要让家里的老人或者小孩单独乘坐电梯，而且在乘坐电梯时不可超员。多人乘坐电梯时，也不可在电梯中嬉戏打闹，或者是乱按电梯按钮，这些不良的行为都可能会导致电梯发生故障。在乘坐电梯时，如果出现异常，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慌张，每个电梯里都有安全警报。发现自己乘坐的电梯出现了异样的情况，要及时的按安全警报，并告知对方接线员具体情况。当然，在乘坐电梯时，如果电梯本身就已经有了异常情况，比如电梯门很难关住，或者是按钮反应慢，这种情况就不要再乘坐了。结语：总而言之，上海该女子发生的这个事件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重视的，也是给我们所有人敲了一个警钟。当然也给这些超市、商场以及设有电梯扶梯的机构敲一个警钟。在安置电梯、扶梯的时候，一定不能偷工减料。不仅是电梯、扶梯这方面，其他方面也该严格的监控，保障工程的每一处建筑都是合法合规的。建议商场或者是超市等这些地方都要设有专门的看电梯人员，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及时处理。定期对电梯或者是扶梯进行安全检测也是至关重要的，看是否有零件老化或者是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的更换。总而言之，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将电梯扶梯存在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是对每一个乘坐者的负责。发生此事件以后，相信有很多人在乘坐扶梯时，内心都会忐忑，并且还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阴影。但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此事件。其实小编认为，在逛商场的时候，走楼梯也是不错的。长期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缺乏运动，逛街的时候通过上下楼梯，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也能降低一些乘坐扶梯存在的风险。对于此事件，希望大家都应该保持理性的看法。当然，也希望在这个事件中受伤害的女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